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这 TVBS 在未来银行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的现金回馈活动。哎呀，改版啦！只要通过意志的考验呢，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今天是新的形态，我们介绍哪5位来宾呢？好，今天主题是高情商说话之道。来，欢迎5位来宾进场。哇！今天看到何宇文就不符合这个主题了。高情商吗？瓜哥，你看，他还占 C 位，你们制作单位是脑袋坏来的。我觉得制作人是我粉丝哎。怎么会这样众星拱月？先介绍第1位呢，疯狂理查，你好。好，疯狂理查呢是台大海洋研究所，他的 YT 的频道观看破700万次，很厉害，厉害。里面是播热带鱼那些吗？应该吧，你可以问问他播什么。播跟学生的互动。我知道他是专攻海洋的，对，我以为是播生物线，像老肉杂谈这样。不爱游泳的啦。对，来介绍这位是我们的居住正义的公民老师王义忠。哎，老师呢是政大东亚研究所的公民老师，然后他也受邀到 TED 的年会演讲。哎，这2位都是符合高情商，我们直接跳过何以文来。柯大宝你好，Hello，江你好。你好，柯大宝是。大宝哥是辅大的图书资讯系哦，那目前是外景节目主持人。是跑公庙吗？比较多。对，都跑公庙。哎呦，跟我一样，我会专门跑公庙的。2位你跑的庙应该没有我多吧？我跑了20几年了。但是我现在跑公庙跑出另外一番气象。这就要提到我将在今年11月15号举办我的甲辰年最大科。全台湾第一次办演唱会，是请神明到现场一起听歌，包含白沙屯妈祖、三边妈祖，总共7尊神明。就是妈祖为主吗？还有我的干爹邱二王爷。因为我过去这3年在跟他们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故事体验之后，拿了金钟奖，去日本拿了东九尔宫文化褒赏，手上多了3个节目，哇塞，还发行了1张专辑，厉害！你看，你就跑公庙就对了啊，是，你的好运就会加深嘛，对不对？所以我这一次就想说，那我必须要好好的感谢他们所以就办了这场演唱会，然后邀请所有的人一起参加募资，就像咱比如这样，乌啦，了解啊，谢谢，恭喜！接下来介绍陈佑兴呀，律师呢是交大的科法所的硕士哦，很有名的一个律师。是，欢迎这5位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欢迎你们。今天特别介绍我们的银行顾问呐，也是最受欢迎的陈启鹏老师，你好。启鹏老师好，大家好。今天桌面为什么那么近呢？是可以讨论，过去拉比较严一点。对。现在这个回合要共同来拿这个奖金，所以马上进行我们第1回合，协力夺金。这回合呢，团体合作一起累积红利金哦。你们有90秒时间可以讨论，越快获得一个共同的答案呢，奖金就越多。主答者锁定最终答案，答题成功，这一题奖金就是你们的。对，总共10题，第1题主答是疯狂理查，第2题主答是黄义忠，轮流到。那讨论时间可能是从1万块奖金一直往下降，是你可能讨论到最后变1000块，可以洗领导的代志啊。哇，好不好？大家努力啊，不要意见分歧了哈。来，马上进行协力夺金第1题，请出题。马里兰大学研究指出，女性一天的说话量几乎是男性的3倍。请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A. 声带较发达 ，B. 荷尔蒙变化大 ，C. 说话基因较发达。请作答。3个 B 2个 C， 但是没有整合嘛。对，所以你们1万块钱要讨论，疯狂理查可以下决定。好，他的答案为主。好不好？你们可以开始讨论，那钱会开始下降哦。好，来计时，预备，开始。好，我们先听听 C 的意见是怎么样。没有啊，因为不是有那个男生左脑右脑，男女是左右脑发达不同的部位嘛，所以这个应该很明显嘛。你有看过男人来自什么火星，女人来自？这跟基因没有关啊。不是，这就是基因啊，大脑不就是你的基因？你知道，像我们有当爸妈的都知道，是女孩子比较会讲话，男孩子比较不会讲话。那么小的时候，荷尔蒙都还没出来，所以我认为那是天生的。OK， 来，我们听听律师。我觉得那个荷尔蒙变化呢，会让人的状况不一样。然后如果说比较稳定的时候，也许就没有那么多。那是老女人，她在说小女生没有嘛？大宝觉得嘞？我觉得
反正我们用删去法的嘛，绝对不会是因为声带的关系，男女不平衡。但是荷尔蒙会影响到男生女生，所有都是荷尔蒙，那就这么决定了。你5岁有荷尔蒙？我的答案是7000 B。哎呦，确定了啊！你们奖金是7571，如果答对了会有7571。可以的，可以的。我觉得疯应该是。狂理查，你是主打者，是，所以你规定虽然意见不协调，你还是统一回答了 B。因为刚刚宇文姐的荷尔蒙很明显有高低起伏，没有当爸妈在讲话，所以我更确定这个答案是 B。赢战了。你为什么一直坚持要选择说话基因叫法呢？这个点就是这样子。我虽然表面上是活泼开朗，但是我其实很爱念书的。这是男人跟女人天生的脑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男女为什么女生喜欢共情、喜欢沟通，那是跟她脑构造。那脑的构造其实是跟你天生的基因有关的。对，如果是就像说荷尔蒙变化大，那是长大以后，对那个青春期后小孩子，其实刚生出来小孩子连性征都还没有长好。对，所以小学生没有分性别的，等于小学生。其实我记得子宫或是性器官，就是除了外显的之外，性器官那些是生出来之后才开始长的。他还没有一开始生出来。刚刚显 C 的还有大宝，对不对？我是 B， 那还有个显 C， 有2个。我们2个选 C 啊。第一题疯狂理查7571，他选择的是 B， 哎，对或错？错的。你看错了，答错，这一题是没有办法获得奖金的哦。来，请讲解。好，马里兰大学呢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情况跟一个 FOXP2这个基因有关。那这个基因呢，在很多就是很会讲话的动物里面啊，或是人类里面可以发现，那女生大脑中的这个基因含量比较高，所以女生呢天生就是比较具有说话的天赋的。对，没关系，你们还有9题。是，接下来呢由黄义中主打了哈。好，请出题。研究指出，觉得自己地位低、没权利的人，说话更常出现这个字。请问这个字是什么 ？A. 你 B. 我 C. 他。来，请作答。哦，只有一个选 C， 其他都选 B。计时开始，来。他觉得自己没自信，他想要找别人来帮助他，说谁也这么讲，对哦啊，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权利。对，我一开始觉得是我，可是我觉得我是有权利的人会讲，我决定怎么样。没有，就是对，是因为他那个心理学有说，其实比如说位阶很低、没有权利甚至没有钱的人，他更常讲我，因为刘姐，我们的意见是一样的，我们的不要理他，因为理查刚刚也没听我，我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完全同意刚刚学姐的说法，对，这就是 B 的，心理学上，心理学上没钱了，对，相反你们按错啊，好，对，就是这样。你来主打的讲解一下，问是不是我？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因为他没地位、没权利，所以他更想要没事把我搬出来。对，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刚刚一种反差的机制。好，这集奖金是8196，他选择的是 B， 对或错？恭喜！真的，早一点答我们就多1000。香你来，请讲解。好，在这一题呢，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潘尼贝克他发现哦，认为自己权力比较小或是地位比较低的人，多少都要给自己自我一点信心，所以他会讲一堆我啊我的，这是无意间中产生的语言模式，因为感觉好像他就是自己没自信，所以一直讲我，给自己赋能、赋权力的感觉。有奖金哦，那现在有累积的奖金是8196。接下来进入第3题，第3题呢就跟我们今天的来宾有关系了，对不对？我们陈启鹏老师来，请出题。忽悠一词，日常生活使用时，通常解释为拐骗、诱人上当，或者进行这种欺骗行为的人。请问，忽悠一词起源于哪里 ？A. 日本 B. 中国大陆 C. 美国。请作答。好，这一题3个都有人选，2个 A， 2个 B， 1个 C， 这个蛮复杂的。但这题是何宇文主打，何宇文主打来讨论啊，计时开始。云姐，我跟你讲，这种看起来你会很明显的，因为我们为了钱，因为你不是忽悠，你是女优啦，你不有日本的。看来我们没得讨论。问我，好，这样忽悠你就是不知道你是谁 ，Who are you？
讲起来了，忽悠听起来就很像中国用语啊。我也觉得我觉得他是中国来的没有错，可是。这答案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太奇怪、太简单？所以我觉得我选一个 A。你想太多，这样打官司不会赢啦，就是这样。我确定就是中国。好，你主导啊，你主导 B。对，你要按啊，不然钱一直流掉。B。你为什么坚决是 B 呢？我第一个要说，这些男人其实话也蛮多的，超级哦。对，就是也是很像菜市场，因为。忽悠，你不觉得就很像大陆啊、中国在用的那个用语吗？你那个口音是哪里的？忽悠。Who are you？ 因为我们现在中文里面常常台湾用的那些词里面很多都是那种北京话这边转进来的。学弟最了解我。我们看很多大陆剧都，你不要忽悠我啊。对。但是是不是从那边来的就不晓得是不是了。对，那日本怎么可能？你是看哪一个片子有忽悠这个？没有，因为台湾其实我们很多的词汇都是从日语词那个转换来的，汉字转换来的。刚刚凤凰理查讲什么？忽悠是 Who are you？ 对，好像很有道理的。我们的钱跟时间的。好 ，Richard，Are you sure？ Crazy。8034选择 B， 主打权是何宇文，对或错？恭喜！恭喜获得奖金，真的是我们两个很像，真的是很厉害。那忽悠一词是来自东北的方言，那它其实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话术，或者是一些诈术来去让人陷入一种神志不清，或者是被你迷的这样茫茫的那种状态。那有点类似诈骗，不过在东北的方言里面，它的状态比诈骗来的轻微。那通常是拿来调侃别人，有点开玩笑的意味。那这种用法大概类似像我们国语里面的糊弄你啦，好，或者是唬我啊，对，打一个荷兰呐，对，荷兰，甜的荷兰，对啊，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嘛？是没有错。对啊，你们奖金已经累进16230。不错哎，答错不会倒扣，每一题结算。接下来柯大宝主打了，来，请出题。爱心是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用来表示爱的象征，但摩洛哥却用另一个器官来表达爱，请问是哪个器官 ？A. 睾丸 B. 肝脏 C. 胃。请作答。哇，2个 A， 1个 B，2个 C， 这更混乱了。意见分歧哦。来计时开始，我决定听宇文姐，因为你刚刚连对2题。不是啊，因为摩洛哥好像那个地方好像是北非，应该很热情，是他们可能很在乎性能量的传递。那睾丸如果很厉害，那就代表很多爱嘛，这不是很正常吗？可是这样子，女生要怎么表达？啊？女生要怎么表达爱？因为我虽然很开放，但我没有那么了解男生器官。你仔细去想，这看起来也真的还有点像爱心嘛，那就直接用爱心就好。你没有仔细看过他吧？我们很熟，不是？这是绿茶的。我是觉得是那个肝呐 ，liver 念久就变 love。太烂了！我觉得办法说服我们，北非没有讲英文吧？我决定我要做出选择，我们选择 C 是胃，因为吃饱才有爱。按钮。大宝这题你是主打者，为什么选择胃？因为其实，在全世界对于这个吃饱啊，在传统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代表我吃得饱，代表说我有爱的象征。可是我觉得吃饱就是征服男人的胃，就先征服男人的心，就先征服他的胃。而且阳具崇拜大部分是指的是权力，而不是爱。啊，但是宗教信仰里面大多数是权力，不是爱。被说服了。对，对或错？答错了，正确答案是肝脏。你要拥有健康的肝脏呢，才代表你过得很幸福嘛。那你过得很幸福，才会有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所有。所以在摩洛哥呢，成为爱的终极象征就是肝脏。那摩洛哥有一句谚语哦，直接翻译成英文就是 "You've conquered my liver"， 你征服了我的肝脏。我用这句话来献出对你的爱意。那个这一题就没有钱哦，没有了。接下来主打是陈佑兴啦，来，请出题。阿拉伯世界是指分布于西亚和北非，以阿拉伯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请问以下哪个不隶属于阿拉伯世界 ？A. 伊拉克 B. 伊朗 C.
叙利亚。请作答。这题很难哦。好，目前是4个 B 1个 C， 又是理又是查。不一样。理查，你不要闹我。大家不要讲，不能讲话，来计时开始。我直接决定就是 B。You my man, you my liver， 霸气， you my 真 liver。的不需要问这不需要考 Richard， 虑不要问叙 Richard。利亚就在地中海这个边缘，它就在这个以色列的附近，那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对，伊朗是波斯人，所以它不是阿拉伯。这题奖金是9903块。选择 B， 对或错？恭喜答对。那正确的答案就是伊朗。阿拉伯国家呢，又称为阿拉伯世界，是指阿拉伯人为主要族群，或是他们接受阿拉伯文化这样的国家。那统一的语言就是阿拉伯语，他们的文化也相似哦。不过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它主要的民族体是波斯人。对。可是伊朗讲的不是阿拉伯。不是，伊朗不是。哦。所以伊朗常常跟其他中东的就起冲突，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是很难融合。好，来。现在又回到疯狂理查了，第6题。哎，你耳朵打开听人家意见。来，请出题。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但却是虚构的人物，请问下列何者是虚构人物 ？A. 貂蝉 B. 西施 C. 王昭君。请作答。哇，目前3个 A 1个 B 1个 C。A、B、C 都有了，计时开始。先听一下社会课老师的想法好了。我了，因为吕布赛貂蝉那个是在《三国演义》里面，那你知道《三国演义》是明代的小说，它其实不是《三国志》的正史，所以从这个答案同意吗？同意吗？同意。我们答案就是统一呢，由理查呢按了 A， 就是貂蝉对或错。恭喜答对。好，那其实，在《三国志》之中，并没有提到貂蝉这个人，只有提到说吕布跟董卓的婢女私通。可是这个婢女叫什么名字呢？并没有记载下来，所以貂蝉是虚构。那当然，大家会好奇，那貂蝉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那其实这个貂蝉呢，是以前古代官员的头冠。那这个头冠会用雕尾以及蝉来做装饰，因为雕尾高贵，然后蝉的话代表高洁，所以用这2种东西来表示官员的品格很优良的意思。那后来有人就因此推测说，这个婢女的工作应该就是掌管董卓的貂蝉冠，所以才把它称之为貂蝉。累计下来之后有35566，蛮多的，蛮多的。恭喜，继续加油了。蛮多的，蛮多的。黄立中主打第7题，来，请出题。诺贝尔和平奖是由瑞典发明家诺贝尔所创立的诺贝尔奖项之一。请问以下哪位知名人物曾经被提名 ？A. 毛泽东 B. 希特勒 C. 甘乃迪。请作答。好，1个 A 4个 C。计时开始。算了，我也不想问了，就是甘乃迪，把握时间。你按了4票对1票，对，你就这样，对你我是猜的，不用，我没有解释，我没有解释。你们这个小组越来越暴力，都没有讨论了。不是，因为按照我所学，因为甘乃迪以前在古巴飞弹危机的时候，他惊爆13天一部电影，他把它解决了，处理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得到因为避免了二次那个冷战时候的最大的核战。那时候战争就变第3次世界大战。那是核战，那是不是开玩笑？是核子对核子的打仗，所以他化解这个惊爆13天的那个古巴飞弹危机，我认为这个应该提名诺贝尔奖应该很合理啦。对，选择的是 C 甘乃迪，对或错？答错了，希特勒。正确答案是希特勒。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就觉得应该是啥？为什么呢？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布朗德，他曾经写信给诺贝尔奖委员会，他说：“和平奖要颁给希特勒啊。”他之后才解释说：“没有，我是故意讽刺的。”而且因为想说，既然英国首相张伯伦都可以因为慕尼黑协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大家知道慕尼黑协定呢，其实是规定了德国并吞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公平，你能并吞都还提议他得奖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希特勒不行呢？所以他才讽刺的反转一下提名他，是有这个背景故事。来，接下来到第8题，何宇文主打了。第8题，请出题。
台湾信仰多元，请问以下哪位神明是历史上曾记载的真实人物 ？A. 玄天上帝 B. 城隍爷 C. 保生大帝。请作答。哦，1个 A 4个 C， 理查你又来了。这个我真的不会。而且这样相信我，真的是 C。我知道。来计时开始。我们有一个公在那个先答了就 C 了，真的。你是生命的了解，你了解生命吗？因为我记得大龙洞大树，不是我在问你那个保安宫啦，对啦，神嘛。你们为什么一直不？因为我是要讲这件事，是我家。小时候环境不好，搬过很多次家。我有住过保安宫附近，我听一个老人家住在保安宫里面去，对，环境不好。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阿嬷有跟我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是一个医生还是什么的嘛，对。就是玄天上帝其实是源自于自然信仰北极星的崇拜而来。那城隍爷的信仰是从古代古城墙。对。城隍指的是城墙、城池跟外面的护城河对而来的，所以这2个你光用3句把它保生大帝的本名就叫吴涛，是真的历史上有这个人。不是啊，你们刚刚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吴涛？有啊，不是请你赶快，不是你就是说你赶快，是我不好，我选错让你有点那个。对，因为理查已经开始有点影响到我了，这样子。因为很强。选择的是 C 保生大帝，对或错？答对，正确答案就是保生大帝哦。保生大帝是闽南地区、台湾跟东南亚华人一起信奉的医神，他的本名呢就是吴涛。那他是来自福建的同安人，他是北宋时期的医师哦。然后大家叫他大道公啦、吴真人啊，或是花桥公。那接着进入第9题的柯大宝主打，来，请出题。每个朝代都有专属的法律，请问根据秦朝法律规定，什么样的人犯罪不用受罚 ？A. 长得太矮 B. 长得太丑 C. 老人。请作答。这太难了吧？好，4个 C 1个 A， 换你了。来，计时开始。没有，我告诉你，矮是等于个子小，就可能是小孩。所以以前不知道怎么定义小孩，但是古代的人，你看那个兵马俑都很矮嘛，就古代的人应该都很矮，所以再矮就代表是小孩。兵马俑很高哎，兵马俑，秦始皇很矮啊，9000。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让。我们选择答案是 D。老人。你们决定是老人，老人就不用受罚哦。对啊，有些老人很坏哎。你听我讲，你先听我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所谓的老人大概是70、80岁，但在那个年代，所谓大概超过40岁老人了。所以其实跟老人40岁以上的已经很见了。选择的是 C 老人，对或错？答错。就是真的是。这点很危险，一个人选择被大家干掉，你很深哎。我应该听你的。不是，因为你这样说，比如说那些贪污的宰相啊、官吏啊，都很老啊，因为你老了才能位居高阶啊。你就说老人都不罚的话，那些比如说要刺杀他的啊，那些。好，那我们都知道说秦国是统一6国而来，那当时因为战乱等因素，所以很多人的出生年月日登记不确实。那既然不确实，你就很难用年龄来去区别他是成人或者是小孩。那如果以此来定罪的话，有可能误判或者是产生不公平的情形。所以后来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是用身高来去做评断的依据。也就是说，男子呢6尺5寸，女子6尺2寸，那就是以下的话就不用受罚。那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身高呢？男生152公分，女生145公分。超过这个才被视为是成人。那如果是说你低于这个身高的话，那就算是小孩，就像何宇文所讲的，歧视责任这样。那既然小孩也会备受歧视嘛，那所以让他在免罪上多一点点福利啊，这样也算是一种补偿啊。没关系，你们奖金还停留在45090，最后一题了。陈佑兴主打，请出题。英文说 "Eats one's words"。不能照字面翻译成吃某人的话，那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A. 说话食言骗人 ；B. 接受别人的建议 ；C. 收回说错的话
请作答。好，3个 B，2个 C。讨论计时开始。我不是很确定，所以 B 的你有没有什么有？你先问别人，我看一下我们乡里的嘴角。哦，好，那你负责听乡里。理查，你刚用了好多的英文。我觉得是 C， 我觉得我后来想想，觉得是 C， 因为一直把它吃掉了。哦，你要不要收回的意思嘛？吞下去。我问一下仙姑，有些是仙姑。但我老实讲，因为就是说我这个是用猜的，我就没有什么意见。那我们就决定就好。我们决定就是 C 了。好，已经就是 C。那为什么会变 C 呢？因为其实那个我们的仙姑今天他说他是用猜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把这个先删掉。然后对，然后我也有考虑 B， 可是一般来讲，你这样讲话不是就有点凶吗？叫人家接受别人建议来说 ，It's one's word， 给我吃下去，给我吞下去。 Do you want to eat one's？ 那你这样我怎么接受呢？对，应该是说我做错了，你叫我说收回去，我吞回去，应该有那种吞回去的感觉。8772元，选择的是 C。收回说错的话，对或错？恭喜答对！好险，好险！其实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字面化，你就讲出来之后，觉得啊，我说错，把它吞回去。So I will take my words back. I'll eat my own words. 这10题当中，他们总共答对了6题，累积了53864的奖金。是这个奖金。但是不是你们通通可以拿，只有1个人可以拿，所以进行我们下一回合，唯我独拿。唯我独拿，你们现在奖金53860，接下来这个单元不会增加奖金，也不会减奖金，是你们5个人要厮杀，最后胜出者就可以挑战53860。OK， 那规则怎么呢？来，乡里请讲解。这一回合呢，5位来宾你们会按钮抢答题，答对1题就获得1分，累积1分。那累积2分的话，就可以获得我手中的这个淘汰卡。也就是说，当你有淘汰卡的时候，你马上就要决定你要淘汰其他的来宾的哪一位。然后一直不断的淘汰下去呢，最后只会剩下那一人独得奖金。有了解吗？了解。你有这个半张卡，有2题才1张卡，你可以淘汰。但你答对的半张卡又答错，你这个半张卡要取消是有倒扣的哦。但是到0了不能再扣了啦。所以各位加油，这题不要搞太久啊。是的。你们搞1个钟头还分不出胜负来。唯我独拿第1题，请出题。讲太多话烧瞎的时候，可以吃鲑鱼还是尾鱼帮助喉咙恢复呢？好，有人抢了，我不会强请讲了，你们就答了。来，请说，大宝。鲑鱼，对或错？恭喜答对了，累积1积分。为什么是鲑鱼呢？因为鲑鱼里面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可以抗发炎跟保湿，所以你吃鲑鱼的话呢，减少声带的发炎，也可以保持声带湿润喽。OK， 所以你有半张卡喽。有了，有1张卡，你就第一个，我知道你会淘汰何宇文。你想想看那个 Richard， 没有杀伤力啊。他刚刚的伤应该都是演出来的，你是为了这个规则吧？他在对。现在大宝有半张卡，1张卡他就可以选择淘汰别人。来，接下来进行下一题，请出题。口疾的定义是无法自我控制的说话流畅性失调。请问，口疾大多好发于哪一种性别？宇文，男性。为什么？因为我有看过一个电影，是讲一个英国国王嘛，他好像就有王者之声嘛。对。然后其实因为刚刚有讲，我们不是前面有个大家一起作答题目，就讲男女的大脑啊，男生的表达能力比较差。所以它是一个延伸，我觉得制作人题目出的真的很好，它就是一个延续性的话题，所以男性一定口条比较差，口疾一定比较容易发生在男性身上。你不觉得有一种我觉得很有受伤的感觉？我觉得很有说服力。我觉得我被说服，是有啦，对啦。但男性也可以经过学习，变得更有共情，更会沟通，更懂得了解女人。哎呦，多煽情，你看。来，请公布正确解答。答对，累积1积分。其实口疾的患者男女的比例大概有2比1或是10比1，差这么多。因为呢，男生的小孩啊，在身体上、社会上、语言发展上，本来就会比小女生慢一点，所以他语言上受到比较挫折，然后他就语言产生不安全感，越急越不安全，造成口疾的几率就越高。你有1分哦啊！哇，来不要乱用哦，接下来会倒扣哦。来，请出题。
瑜伽是一个通过提升意识，帮助人类充分发挥潜能的体系。请问，瑜伽源自于哪个国家？宇文，印度。他因为是瑜伽老师啊。来，对或错？恭喜答对，累积积分，他得到了今天第一张淘汰卡。谢谢小丽。那我们先解说，瑜伽源于古印度文化，对不对？对，它的意思呢，瑜伽就是放我合一这个道理跟方法。那瑜伽派呢是古印度的6大哲学派之一。那现代人称的瑜伽呢是一系列这个修身养性的方法。那公元前300年，有个著名的瑜伽大圣波爹哲利，把所有的口耳相传经典集结成为了瑜伽经。是。你要淘汰的是。是啊，可能要淘汰1分的会比较好，对不对？我懂得不多。对。但是我又想淘汰一些就是话很多又很爱跟我作对的人。我一直都支持你哎，我儿子都听你的歌吃饭了。我最讨厌人家听我的歌曲。请淘汰。我要淘汰的是。大宝，来，大宝，请到那边坐。我是比较喜欢你，我比较讨厌他，但来是因为来走了。大宝来到那边。那同时呢，语文的积分也归0了，因为必须要抢2分，你淘汰了你就回到。现在他当然淘汰1分啊，不然他有1分就先淘汰你。对啊，因为他对啊。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台湾宪法及现行法律规定，要年满几岁才能参选总统呢？哎呦，一中公民老师，不是你答错直接坐那边的，不要在这。40岁，40岁总统啊！我以为20岁。县市长是30岁，乡镇市长是26岁，其他的是23岁。真的，公民老师，专业。来，对或错？不知道哎。答对了，那累积1积分，也好厉害哦。对，您有1分了，加油了。下面一题，请出题。2次大战时，全台各地都有某个神明接炮弹的故事。请问，这位神明是指哪位呢？来，请说。又是你，那个龙山寺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因为这个有个传说，就是说在邦嘎那个龙山寺啊，当时2战的时候，不是台北被大轰炸吗？就是那里的特别有用炸料，但是观音菩萨搁伫内底无台。之前呢？我接触的庙，我有介绍过，对，是妈祖接炮弹，妈祖接炮弹，对不对？在哪个地方？而且妈祖接炸弹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好多，全国各地几乎每一间庙都有接炸弹的传说。当初美军在轰炸，我们是日本统治的嘛，对，所以很多地方都接炸弹的，是妈祖在接炸弹，对吧？是妈祖。好，请公布正确解答，对或错？答错了，果然是妈祖，要倒扣。好像有的妈祖还手炸断的嘞，有，就是神像发现他断掉了，妈祖炸断了，对，就会感谢他。对，好，扣到0了哈。下面一题，请出题。绿岛潜水要注意，绿蜥龟摸一下30万。请问，绿蜥龟名称当中的“绿”来自于它的龟壳还是脂肪？宇文，脂肪，我猜的。但是因为对我觉得是脂肪，对或错？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脂肪哦。因为绿蜥龟长期一直在吃绿色的食物嘛，所以它体内堆积了很多叶绿素，所以它的脂肪其实真的就是墨绿色的，所以它才会有这个绿蜥龟的名字。没错，有1分哦，有1分了。下面一题，请出题。蚂蚁上树跟苍蝇头，哪道料理是由台湾人发明的？他手很快耶。蚂蚁上树，对或错？答错了。可苍蝇头是四川啊。正确答案是苍蝇头。蚂蚁上树呢是一个中国的川菜，名字的由来就是窦娥冤。而苍蝇头大家会以为它也是中国大陆来，不是哦，它是台湾的川菜厨师发明的。他用一些韭菜花、绞肉，绞肉。可是我们好像还有个豆豉，对不对？对，他做出来的，它只是台湾的川菜。做出来的，所以居然变成川菜馆的招牌。你看你倒扣了哈，好，那就没了。下面一题，请出题。2014年，由台湾的大学学生与公民团体共同发起的反服贸社会运动，名字是什么？一中，这我如果不知道，我真的是对，太阳化学运。对啊。
叫318学运也可以。太阳饼啊，太阳花，太阳花，对或错？答对了。那个我为什么印象还有跟太阳饼有关系啊？有，那是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公斤那个里面就发现，连内政部长的也办公室来都有太阳饼啊。那学生那时候肚子饿，就想说就有人把它拿来就开心。反服贸嘛。对，反服贸加1分了啊。是。下面一题，请出题。喷香水可以显示自己的品味，请问香水当中主要的成分是酒精还是水？右心，酒精。答对了，累积1积分。对，有1分哦。好，下面一题，请出题。请问第一位将在大巨蛋开唱的歌手是谁？来，请说。周杰伦，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帮忙，就是说要抢票。不是阿妹吗？是周杰伦，周杰伦。对或错？答对了。其实呢，周杰伦跟阿妹呢都12月要唱，但是还是周杰伦比较先一点。对，好，加1分，不2。哦，精彩了。 3个1分哦。好，那到底淘汰谁，这个就不知道了。来，下面一题，请出题。传统习俗中，初2要回娘家，那迎接财神是初几呢？语文。初4。初4对或错？答对了。初4迎财神嘛。对，因为初1走春，初2回娘家，初3睡到饱，初4迎财神。对，可是其实。 每一个神呢，都是大年初4这一天会下凡回到人间，那执行新一年任务。第一个回到人间的是灶神，然后灶神会带着财神一起来，上天养好事，对，回宫降吉祥。哦，这就是灶神，是这样子来的。2分了，你要淘汰哪一位？恭喜你又获得一张淘汰卡，想一下哦。那我现在Richard。 我都还没有玩到哎！哇塞，你还醒着啊？你们怎么按这么快？我淘汰以后我会归0，那我就是非得选1分的来淘汰。你绝对是1分。你今天淘汰那个0分的，你就是0嘛。那他们2个有1分，他们不会首先淘汰，因为你是0啊。对呀，他们就会彼此淘汰。心机好重。你想想看，他们2个，我跟你说，跟他右心如果答对2分，他一定不会淘汰。他一定是他们俩互淘、互杀的。对，你有今天的地位真的是很有道理。果然是大哥哎！因为你们都不动脑嘛，没办法。让我玩一下嘛，让我玩一下。我要淘汰的是疯狂理查。OK， 好 ，Go home。理查，请休息。没有，我听大哥的。 真的有道理，因为我现在0啊。有道理。下面一题，请出题。郑和7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最盛大的航行，请问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大西洋还是印度洋？语文。印度洋。对或错？恭喜答对。哎，等一下，那我现在你就变危险人物了。你现在答对，你就是危险人物了。郑和下西洋的跨越了东亚、东南亚、印度次大陆，还有阿拉伯半岛，那东非各地。那其中的西洋呢，指的就是它经过的印度洋海域哦。让我答，我就会淘汰陈佑兴。没错，就留下来了。好，现在3国鼎立了。好，下一题很重要。当年郑和下西洋是朱棣。对，请他们郑和。而且他下西洋的时候啊，7次，对不对？他总共航行要7万多海里，在那个年代，是，真是厉害。好，3分呢，3国鼎立，谁先抢2分？要淘汰任何一个人都很辛苦了。是的，要用智慧了啊！下面一题，请出题。孔子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请问下一句是什么？好。右心，是之也。哎，那不是罗大佑有歌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来，对或错？恭喜答对，累积积分，目前获得一张淘汰卡。你要记得，你淘汰别人，你就0分，人家就1分了哈。来，请。哎，对我先讲，其实我是很会抢，但是我答错率很高。我是做效果的人，瓜哥不能Sandra，就是Sandra。他今天答对多少题？他今天都是答对的。他已经淘汰2个人了。对啊，他们2个都被他淘汰了。行长跟乡里他们不能没有我。你现在如果放过他，等一下你就被他淘汰。我是有一点不忍心哎，对啊。但因为你要有人逗你笑吧，你们太严肃了。哎，
不是你坐在那边也可以逗我们笑啊。来，接刘星，你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何宇文。不是他今天真的答对太多题了。来，宇文起下去做，会怕。我还要站在，我不要坐在理查旁边放位置。就是要留我的，我会保你到最后。我跟你讲，那2个这个感觉好像你是警察抓2个囚犯，最后你关进去。对，2个都你淘汰的，众星拱月，因为中间有2个在一起。好，接下来冠军会产生了哈。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本草纲目》记载了不同食材的效用，请问《本草纲目》当中被称为长生果的是花生还是银杏？有请花生，花生对或错？恭喜答对。哇！那《本草纲目》里面有提到，花生可以对你的皮跟胃都很好，还可以你如果止咳，也可以帮助你止咳，所以古人把花生称为长生果。那的确，它里面有丰富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嘛、卵磷脂啊，各种好处，对人体是很好的。而且花生那个膜不能剥掉，那个膜吃对女生妇科是好的。真的？我采访过花生农，它要晒，但是必须要晒干，跟不能潮湿。可是女生有听过很可怕，就是8粒花生等于1碗饭的热量。那你不要吃那么多啊，那吃膜就好了。不是，那个坚果本来就会很肥啊哈。1比1啊，谁赢谁冠军了啊？53864，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建筑群，请问它是位于哪一个东南亚国家？甚至不啊，就拍谁？不会，柬埔寨啊，就是哇，甚至不，对或错？恭喜答对。吴哥窟呢又称小吴哥，是小吴哥城里面一个主要的神庙建筑哦。但小吴哥其实只是大吴哥城南的一个小小的圣城哦。那吴哥窟呢是目前保存最好的一个圣殿。那建筑非常的雄伟，然后浮雕非常细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庙。没错，它就是在柬埔寨里面。哎，输赢已经清楚了，让3位请回来。最后获胜者是黄义忠老师，恭喜成为今天的冠军，可以获得5385万3000。对，行长要不要赶快凑个整数？对啊，这个零头很难，54000。54000。义忠54000不是现在拿走啊，可以挑战最后一关哦，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我们的公民老师黄义忠，那个54000是奖金，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也是我们这个改变新形态之后呢，奖金几乎都会比以前更高了。有感这卡先给你。来，请插卡，金库请打开54000，里面奖金有54000元，但先必须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出示密码。2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2画的瓜哥主持，或是总笔画31画的金城武、梁朝伟。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这3个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他怎么好？都很帅啊！这个出题的逻辑我有点不懂。就是同一个类型才会在一起。你说比如说你跟他们是？彭佳佳、许孝顺会在一起嘛？我就是会跟金城武、梁朝伟，完全不违和。要不然就乔治·克鲁尼、布莱德·彼特这种，懂，这样了解，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瓜哥主持呢，这个教中教孝满嘴胡言呢，胡说八道，寓教于乐对，寓教于乐对不对？有对，好的。还有金城武、梁朝伟他们聊的吗？他们笔画是有差的余量情节对可以选择很多。你这2边你要选择哪一个？我当然是挺瓜哥。哎呦，42画，基本的。你要跟5万多过不去，是不是？42虽然42画比较难写，但是我觉得既然瓜哥都说他跟他们是摆在一起对，这时候你不选瓜哥就说不过去。为什么Sandra有点人身攻击的感觉？没有嘛，我就是笑一下。来，请锁定瓜哥主持，这个比较简单呐。来，金城武、梁朝伟的，来，请没有选的，我们看了什么答案？很简单呢，你不会写吗？宣字不好写呢。我写不出来呢，就是居这样子。不，宣字，你现在看是会，你是看是会啊，真的叫你写也写不出来，不好写。你已经逃过一劫了啊！真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出题的用手写记得1分钟，先写清楚写字，再填密码。42画瓜哥主持，请出题。你的题目是舌灿莲花。冒喜啊！计时开始。根本是送钱。要先算那个。等，你要清楚。对。是写啊。
这密码。6密码。6。那你要写这个的话，你没看清楚。1、2、3、4、6、7、8、9、10、11、12、13。啊，要看写哪个字清楚。1、2、3、4、6、7。他从简单开始。8。好，清楚。他觉得这个是最难的。2、3、4、6、7、8、9、10、11、12、13、14、15、16、17、好，赶快先确定。好，舌灿莲花56000块，5万4000块，对，即将要拿走了。哦，密码06171308。对或错？哎，用了几秒？还有10秒，你剩10秒了，自己想清楚要改哪个字。计时开始10秒。笔画有点超过。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一样哦。16了，扣1好了。他扣1，他的秒数也用完了，他也改了。这样的密码，我们请3组来宣布。06161308。请问对或错？可惜，时间也用完了，到底是哪里错了？来，请公布正解。没有火字旁哦，连少2画，对，灿多的3画。哦，好 ，OK， 好，我们拜拜，拜拜。前面奋斗这么久，那不分轩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伯仲之间嘛。对呀。还那个，以及刚刚舌灿莲花什么妙语如珠啊，舌灿莲花辩才无碍，对口才很好的意思。来，谢谢你啊，这是大善人，5万4留给我们的。是，这是我们改变的新形态，希望大家会喜欢。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来宾，谢谢啊。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